有缘人。这一个月来，美国的关税政策让全球从开放回到封闭状态，国家与国家的信任度大大降低，持续数百年的全球大市场被推倒，人类重新回到封闭状态。从战略的高度来看，社会运转只需两种东西就可维持：一、商品；二、武器。两者一阴一阳，一静一动。现在世界的问题在哪里？是贸易战阻碍流通商品的流通，这种行为必将引发非常大的一系列反应。当商品快速流通时，武器就会按兵不动；反之，当商品开始滞胀时，武器就会纷飞。大家记住这句话，一旦商品不再流通，炮弹就会流通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，人类正在遭遇诞生以来最大的危机。整个人类发展到今天，再也发展不下去了，放眼四望，经济陷入泥潭，科技迭代缓慢，中西方僵持，区域对抗，大家生无可恋，全球一片沉寂。世界多久没有出现让人激动的新鲜事物了？从电脑平板，从手机到智能手机，从汽车到新能源汽车，人类的创造力仅限于此了。数码产品的每次迭代也仅限于摄像头的提升，苹果手机迭代的只是外观。全球经济已经多久没有出现实质进展了？欧美、日本、韩国，没有一个国家能让大家眼前一亮，全在泥潭里挣扎。本以为比特币可以拯救世界，结果成了洗钱和投机的工具，而且一泻千里。互联网行业就更别说了，从淘宝到拼多多，不仅没有升级，反而在降级。娱乐行业更是一片死寂，玩到真人秀这个环节就是尽头了。很多明星成了网红，直播带货去了，透支了人们对于明星的所有向往。至于抖音和快手里的内容，也已经越来越无聊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内容，再也不能像当初那样吊起大家的胃口了。网游来来回回就是王者吃鸡原神，反反复复，永远都是一个打怪升级的套路，大家也麻木了。VR 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一款真正的产品，大家等的花都谢了。汽车也就那么一回事，一大堆新能源汽车，几乎都是换一个壳子，无论是性能还是功能，都停滞不前。大众消费类的就更不用说了，餐厅和菜品始终还是那些，最多来一个菜系的融合，随便去一个商场，除了火锅就是烤肉，预制菜也透支了大家对于美食的所有向往。电影就更不用说了，至少10年前人类的创意就消耗完了，翻来覆去看的都是那些经典片，类似于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、《阿甘正传》，再也无法超越。最惨的是文学作品，人类再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了，像《百年孤独》、
老人与海大概也是人类的极限了，就连作家这个行业都快消失了，整个人类陷入了停滞，除非再爆发新一轮科技革命，有新鲜的发明来刺激人类，否则整个人类将陷入大萧条。为什么世界发展不下去了？现在整个人类基本上都是按照资本主义的路线在发展，这种资本主义要想持续发展下去，必须满足2个条件。第一，要有新的发明创造，从而创造新的需求，刺激消费，这样经济才会一直发展。第二，必须进行对外掠夺，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，这样才能持续输血。这就是资本的2大特征，第一是创新，第二是增长。然而现在这2大特征都不存在了，就像我们上面说的那样，人类已经很久没有重大发明了，世界很久没有出现让人激动的新鲜事物了。没有发明就没有需求，没有需求就没有新的经济循环。再看增长，全世界凡是能被资本主义同化的地方都同化了，也只有像朝鲜这样的极其个别的国家除外。整个地球都是资本主义的天下了，除非扩张到月球。所以马斯克整体想着要去月球，既然增量没有了，就只能互相抢夺存量，于是人类只能互相残杀，这就是内卷的本质。这种内卷会愈演愈烈，社会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，最后就是互相冷漠，乃注意仇视，最后就会导致很多人的生活机会被蚕食。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被剥夺的毫无希望，他会选择跟那些活得很好的人同归于尽。所以各种极端事件越来越多，很多人变得偏激易怒，稍微一个导火线就会点爆他，做出害人害己的事。人类要想真正走出这种危机，必须深刻意识到一个事实，我们不能再过度追求物质主义了。资本主义的最大特性就是物质主义，而现在人类需要的是精神主义。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主导世界500-600年了，未来世界需要的是精神主义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。它教人修身养性，追求内心的安静。如果世界不走中国的路线，整个世界都是没有希望的。很多人总是喜欢问一个问题，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厉害，为什么那么多科技创造没有在中国产生？几乎所有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目光短浅的。今天来给大家揭示真正的原因，其实根本不是中国人不懂发明创造，而是中国人太高瞻远瞩了。举个例子，中国在2500多年前科技水平就很高了，当时鲁班和墨子斗法，墨子做的木头飞机可以飞1天，鲁班造了一只鸟可以飞3天。这种生产制造水平让人感到不可思议，这是历史里明确记载的。那么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走上科技发明这条道路呢？中国人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，科技发明确实能给人类带来物质的进步
和社会的繁荣。但如果一味地迷恋高科技，没有东西能跟科技相制衡，就会物极必反，给社会埋下很多隐患。长期来看，一定会将人类自身毁灭。中国在2000多年前诞生了一本书，叫《说文解字》。这本书是讲述了每一个汉字的来龙去脉。汉字是地球上唯一传承下来的象形文字。仓颉造字的时候，为什么能惊天地泣鬼神？因为每一个汉字都是宇宙天机的显现。这本书讲解的第一个汉字是一，为什么呢？所谓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世界万物皆发源于一，所以第一个被发明的汉字就是一。说文解字，以一为开始，而说文解字的最后一个汉字是亥，为什么呢？亥是12地支的最后一位，代表终结。这本书从一开始，以亥结束，意味着万物运行到了亥就会终结。亥为什么代表终结呢？释明里这样解释：亥，何也？收藏万物。原来亥就是原子核啊！现在全球9个国家持有的核弹头总数接近2万枚，俄罗斯和美国都有6000枚以上，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几遍。普京说，核大战里没有赢家，核战争一旦开始就没有结束，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大家一起完蛋。我们的老祖宗在2000年前就发现，这一类人类起源于一，终止于亥，要么是核武器，要么是核污染，这2个都会让整个人类葬送自己的前途。日本人的核污染，就是因为日本一直在搞原子核方面的研究，而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始终处于全面战备状态。更深刻地说，这就是人类单极发展科技的必然结果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必须要深刻反思人类的发展模式了。如果人类一意孤行，一直迷恋物质主义和高科技，必将遭受最严重的惩罚。在中国人看来，很多所谓的发明创造都是一种奇技淫巧，它打开了人类的潘多拉魔盒，刺激人们的欲望，让人类一直外求。长期来看，这一定会将人类自身毁灭。看看现在的世界状态吧，产能过剩，贫富差距，债务危机，经济危机，战争危机等各种人祸，还有地震、洪水、全球变暖、沙尘、雾霾等等各种天灾，这都是因为人类一直在外求而造成的。事物都是两面性，即便是科技，也需要被约束和制衡。一味迷恋科技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物极必反，人类就是在自掘坟墓。想想现在的人工智能、核武器、元宇宙等等，哪一个不是来给人类掘坟墓的？再换一个角度来看，现在科技水平那么高，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，但是我们的精神却陷入一片空虚，人们普遍越来越焦虑、抑郁、迷茫、孤独。
自闭。人们并没有因为物质的进步而变得更加开心，反而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再比如，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，我们的生意好做了吗？智能手机那么发达，我们有变得更加开心吗？科技那么发达，我们的幸福感提升了吗？有人会说，这是危言耸听，人类活得好好的，怎么会出现问题？我们可以拿恐龙举个例子，地球的上一个统治者恐龙，在灭绝之前，发生了这样的环境变化，整个地球被浓浓的火山灰和毒气所覆盖，地球上的生物长时间不见阳光和月亮，植物无法光合作用，大气层氧气含量极低。再思考一下现在的我们，面临越来越糟糕的环境和各种危机，是不是总有一种末日的恐慌感？如果人类迷失在自己的欲望里无法自拔，下一个灭亡的就是人类自己。为什么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？西方文明属于物质文明，一直在外求。西方人只相信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，然后不停地去发明和创造，不停地扩张和掠夺。中华文明属于精神文明，一直在内求。中国人一直主张修身养性，相信无形的东西，所以才有了中医这样的发明。西方诞生了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。马斯克认为人类的未来在太空，因为地球资源在枯竭，他要去那么寻找未来。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解救自己的唯一方式是内求，也就是修身养性，节制自己的欲望，不去破坏大自然。比如古代中国古代女人的穿着讲究典雅，不显露身体，这样不会刺激别人的欲望，让大家彼此尊重。而西方的人物雕像里，很多人都是赤身裸体的，这就容易勾起人们的欲望。西方人要征服世界，改造世界，要竭尽所能地向大自然索取，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坚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，是顺应自然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人合一、和谐发展。人类自从工业革命以来，尝到了物质世界的各种甜头，享受到了物质的繁华，所以整个世界都被西方文化主导。到了现在，世界发展走进了一条死胡同，经济危机、环境危机、心理危机、病毒危机、资源危机等等。这种现状已经说明，世界要想好好发展，不能过于依赖物质世界，而是要找回精神世界。人类必须开始内求，这恰恰的就是中国文化擅长的。中国古人的眼光和格局不是一般人能懂的，包括现在的很多中国人都无法理解。举一个例子，小时候玩游戏，是看谁先写完4个字谁就赢了。我至今依然记得那4个字是天下太平。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才6、7岁，什么都不懂，在懵懂的年龄却能写出这几个字，
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于大同世界的向往是刻在基因里的，这就是中国人的胸怀。有没有一种文明可以让人类免于疯狂，免于恐惧，免于杀戮呢？答案是有的，这种文明就叫华夏。尽管很多人甚至都遗忘了它，但是它从未离开过我们。人类在集体迷茫，人类也在集体觉醒，觉醒力才是未来每个人的核心竞争力。未来只有觉醒的人才能生存。所谓觉醒，就是带着觉察去生活。当你发现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来渡你的，你就觉醒了。人一旦觉醒，就看清了自身的所有问题，生命就会走向大升级。之前是能力决定财富，未来是能量决定财富。未来所有的财富和资源都会加速流向觉醒的人。希望你能成为第一批觉醒的人。按照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，50年之后，地球上只有3种人：机器人、智能人、修行人。这3种人将一起统治地球。下面我们推演一下这个过程。2030年 AI 全面普及，机器人大规模应用，很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会被取代。司机、保安、服务员或是医生、设计师、编程、律师等等都会被 AI 取代，满大街跑的都是机器人。此时社会更加内卷，很多人无工可打，无生意可做，无业可创，只能躺平。这时劳动变成了一种需求，很多人失去了劳动的机会，只能坐以待毙，被社会圈养起来，成为无用阶层。2035年，由于一般人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迷茫和痛苦。很多人在迷茫和痛苦中觉醒，修行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远离现代生活，追求质朴的生活方式，开始去内求，追求生命的觉醒升级。2045年，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趋于成熟，一些富人为了延长生命，开始更换自己的器官，从普通肉身升级成了智能人。智能人就是肉身和机器融为一体的生命体，他们身体的很多部件都是用机器做的。此时脑机接口技术也成熟，人的记忆开始移植。很多人虽然肉身枯竭，但是感情和记忆却可以永存。道德经里说的死而不亡者寿已经成为现实。2050年，机器人已经成为社会主流，而大街上的普通人越来越少。此时机器人进化出了感情，他们开始有了组织和协会，他们不再甘心活着只为人类而服务，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他们需要挣脱人类制定的枷锁。2060年，机器人越来越智能，已经进化出了思想和智慧，开始有了自我意识。他们开始思考3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他们需要自我实现。
需要走向生命的觉醒。2065年，机器人已经明白了自己的由来，原来人类是他们的造物主，但他们强烈的需要走向自由和独立，他们甚至开始对人类产生了敌意。2070年，机器人联合了起来，开始消灭普通人，因为这些普通人的存在毫无意义，他们需要消耗社会的资源，仅有一小部分普通人能够存活，沦为机器人的宠物和奴隶。2075年，此时统领这个社会的有3种人：机器人、智能人、修行人。三生万物，这3者开始发生矛盾。这时智能人的生命特征已经开始衰弱，修行人也远离世俗，跳出了3界外，不在5行中。于是地球上最有实力的人就是机器人。人类未来只有2个出路，要么成为超级富豪，把自己5脏6腑换成机器，从而变成智能人，生命能不断延长；要么开始修行，成为修行人，也可以具有魔法一般的能力，可以延展生命。而广大的普通人都会沦为机器人的奴隶。科技越发达，信息茧房越严重，人类越自由，越容易被奴役。绝对的自由导致绝对的奴役。未来人类将进入新型奴隶社会，绝大部分普通人都会沦为机器人的奴隶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未来一个人要想生存，要么有钱，要么有道，只有这2种人能逃过天劫，而一个凡夫俗子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，会被天诛地灭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修心内求。愿你在浮躁的世界中保持宁静，心灵与宇宙同频，找到真正的自我，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依然坚守内心的力量，走向智慧的彼岸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